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持续要来关心到的川普他又在谈到台湾哦。他之前曾经说我们是小偷嘛，那他现在点名台湾呐，每次讲到台湾我就觉得没什么好事。他现在又讲到了晶片的议题，接受 CNBC 的专访，我们先听听他怎么说。There's no president ever charged tariffs, and Taiwan literally took 100% of the business almost. Mostly Taiwan, but South Korea a little bit, but mostly Taiwan. And I said, boy, if I was president, that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Taiwan would never be in the position they're in. Now, of course, they're in a little bit of a tenuous position. And I have them all moving back. They're all moving back into this country. We're going to have 40 to 50 to 60% of the chips. I think by the time, we're pretty close to the time I leave office, they're building chip factories in Arizona in particular. The biggest company in the world is building. They're leaving Taiwan, meaning to build this. They're building their biggest plant. 好，观众朋友，刚刚这个川普在讲这段，我们来宾讨论很热烈哦，尤其这个将军说好像这个强盗抢劫是吧？强盗抢劫啊，对不对？我们还要付钱给他。对，真的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哈，川普就是这样。好，那当然听到他说将有40%到60%的晶片制造要落脚美国哈，所以谁才是小偷呢？好，川普呢说台积电将倍增在美国新建中晶圆厂的规模，那我们的经济部有做回应哦。好，这是看到了经济部长龚明鑫说，台积电目前已经公布在台湾新建及规划中的晶圆厂，加上 COVAX 的先进封装产能，也总共有16座。那美国未来再怎么盖，也不可能是这个数量。好，那经部的投审司则是特别讲说，他们7月2号会召开的是投资审议会，那也会通过台积电以200亿美元增资美国的 TSMC Arizona。好，那资金将用于建制12寸的晶圆厂以及先进封装厂，所以也就是台积电还要再增资美国这边，那这是第6度的核准台积电对美国子公司的投资案，累计核准对美国厂投资的金额已经达到了440亿元。好，果真就像是将军所说，你这个给他们拿走之后，我们还要再给他钱，就是这个感觉。那现在呢，解放军呢在对台的战略上面似乎也有做一些改变。我们先看到这个题是军方首度发布的是共军。同时对台发布的是联合战备警巡跟远海长城。那国防部首度公布说其实有大批的共军基建在同日对内也就是对台湾这边来发动了联合战备警巡跟远海长城。那进入到就是我们的北部、中部跟西南，还有西太平洋的空域，那甚至也骚扰台海的周边海空域。那中国现在有货柜化的武器系统是首度曝光。那专家担心这会不会变成台海冲突的变数呢？我们带大家来看这个图这是中国卡车式的电磁弹射系统，加上中国商船变身的导弹怪物。那这首度曝光之后其实蛮多人是蛮惊讶的。好，那包含这位退役的解放军大校岳刚他说这货柜化的模组武器系统其实可以建立跨越海陆领域的分布式智慧化的作战架构，那进而重塑现代战争的规模。好，那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复杂一点点，我们等一下也来问专家怎么看好，那中国攻台得连闯3大从位的地狱级副本。现在美国的军文媒体还有分析说，解放军如果要武统台湾，其实必须在同一场战役当中完成3个从未被成功执行的历史级挑战。第一个就是在反舰飞弹威胁下2栖登陆，再来就是要在现代防空下大规模的空降，还有要远距离的空中突袭。那现在台海危机到底有没有在倒数呢？那我们看到这个彭博专栏作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他就发表了一个专栏文章警告，他说习近平可能在不久之后引发台海危机，那北京可能采取的是海关隔离等非传统手段，逐步的封锁台湾，而直接
武力犯台。好，那当然，一轮这个解析上面会觉得其实美方都一直觉得有武力犯台的可能性，但是之前曾经也看过中国大陆的智库这边也有说不武统而统的这样子的说法哦，所以呢，不管是如何只要没有战争的情况之下，大家都希望能够和平共存，维持现状才是最主要的。好，那中国的军舰罕见刷屏出现日本防卫省通报是至少9艘。那这是根据日本防卫省30号发布的消息说，目前中国有包含052D 型的导弹驱逐舰、2艘055型的导弹驱逐舰，还有052C 型的导弹驱逐舰跟刚入列的东莞舰在内，至少是9艘的舰艇在日本周边的海域活动。有同时穿越了日本还有琉球群岛附近的海峡。那美国媒体就分析说中国其实也正在对日本祭出新一波的施压，那每一个手段都是环环相扣，那以及这个规模跟广度也是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那日本的测量船 EEZ 的海底调查连2天都遭到中国大陆的干预，日本的政府也向中国大陆这边来抗议。那日本的这个官房长官木原忍就说透过外交管道向北京抗议，说相关的调查作业还会进行下去。但是我要反过来看美国，其实在太平洋这边有一些动作，包含他们的空军 B-2轰炸机最近飞到了澳洲来执行轰炸机特遣队的任务。那期间还参与了是澳洲空军主导的钻石风暴演习，那跟澳洲 F-35战机来协同演训，要验证的就是澳洲的空军空战教官的专业能力，那展现美国印太区域盟邦的合作还有嚇阻的决心。那美国空军首度公开了印太中程僚机的战斗 F-15EX 跟 MQ-28来伴飞，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太平洋的局势有一些不一样。那甚至美国的对台态度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我们经济部长讲的是对的啦，可是我建议他不要发言因为经济部长讲话 AIT 会帮你翻成英文反映回去，你这样是何必呢？我跟你讲，川普讲40%到60%，其实我问过半导体专家啦，他说我们台湾再快连40%都够不到，他的时间就是到2028年年底嘛，因为2019 1月20号他就卸任了嘛，所以邝明星讲是对的，可是我建议你不要讲话了，你不要让他们又有机会来质疑你干嘛？加速用别的方式来压迫我们。所以民进党这个美国要自己去瞎掰，就让他去掰嘛，而且川普是说40%到60%对不对这个。不过台积电到美国的投资的总金额已经被拉高了，本来是1650嘛，现在大概已经被拉高到2500了，这个是事实那贝森特也在讲，那个鲁特尼克也在讲可是因为盖厂有一些实物的东西啦，你再怎么追进度就追不上了，你要有员工要盖厂那各个东西要赶工在美国。也没有那么容易了那这个其实这个货柜化的武器系统早就曝光了，我不知道自由时报为什么现在在登这个在2个月前我就看过了那对台湾有必要用这个吗？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给人家感觉是突袭用的，就让你觉得这个不是军舰嘛结果是隐藏式的，它是伪装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我觉得中国大陆不是日本不会用突袭他要打就打了我觉得他会比较正规的打你说做这个，我不知道他要针对哪个国家啦，反正不会是台湾因为这个蛮奇怪的那这个 Brands 这个布兰日报写过多少文章了？他都一直认为大陆会打台湾他写了非常多的文章，这个是又加了一篇那这次比较诡异是结论结论他说，所以美国要赶快把那140亿美元的发价书批出来那结论是这个赶快捞一笔。所以我猜是军火商拜托他再写一次我跟你讲，他讲的那个时间点是有问题的啦。你说中国大陆会在选前做动作，我真的不相信
我认为最危险，这个美国人有人讲过，最危险是如果赖清德连任，那赖清德从1月到520那段时间是最危险的，因为美国总统也快要卸任。不是卸任啊，就是美国总统大概要进入他最后1年的任期。那中国大陆一定会在确认没有人办法挡下赖清德嘛？那赖清德已经没有连任压力了，所以中国大陆那个目标会非常清楚，就520你的调子要不要修改？可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选举啊，我认为是永远不准的啦。他做动作，搞不好变成民进党的利多了，没错，对不对？所以他选前要做大动作吗？我是高度怀疑啦。他很常这个对岸在我们重要的选举的时候，都会拿一把火帮这个民进党助胜常常都是在野党像国民党这样就没办法连任，像周子瑜事件就是这样子。那个你没有办法确认啊，对啊。好，所以将军怎么看？有好几个问题，这边好几个问题要答了。刚刚明亮兄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攻台的时机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中国大陆当然不想贸然动武力了，但是他已经现在在做的叫灰色作战，就是封锁嘛。因为老百姓尤其是台湾老百姓没有直接的压迫感觉，他不会改变他投票的意志，乡亲啦、邻里啦、同乡啦这些影响票选的东西。但是封锁作战不一样，他这个海上执勤只是封锁作战的前奏嘛，他关税也好，管控这个海域也好，台湾老百姓什么时候有感觉？要喝水没有水，要用电没有电，要进的粮食没有粮食，这种生活压力才会感觉到真的是面临两岸问题，是不是要彻底解决？危害到我危害，因为一样嘛，在美国它油价上油为什么拼命要压呢？不压老百姓说我每天要封得很紧，要封，要封得很紧。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今天大陆的封锁能力毋庸置疑了，因为美国的常备管辖力量实在是不够了，所以它海警船在外围，在更外围那是军舰嘛。一方面遏制日本动手，所以它东海的这个东部的战区编组的舰队就一天到晚在给日本示警。那这个远洋货柜船只是把火力不要像航母一样那么明目张胆嘛，商船上也带了有反舰飞弹，向外在扩充嘛。加上解放军现在海军不做远洋活动，换句话，这个巨子线早就已经抵到你的夏威夷了嘛。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不急的说马上用武力犯台，但是他觉得解决台湾问题有很多种方法，也看到乌克兰战争跟以色列战争、伊朗的战争，这个消耗战略是对国家是一个大伤。美国经不起再消耗，那中国也不愿意再消耗，所以这个东西我讲，现在做的是真正叫经济争霸战。川普为什么一天两个眼就盯到这块台积电呢？因为美国未来的霸权要靠 AI 跟晶片跟高科技嘛，跟金融再次伟大这是两个。他因为军事上他已经失去优势了，那这里面台积电在台湾来讲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美国要，老公要不要？老公要突破晶片的障碍要不要？所以这个问题才是真正引发两大国家所觊觎的一块肥肉。那这个问题就是说，不管再怎么谁拿，台湾都是没有。你看出来没有？川普是恨不得连根挖。刚刚亮哥也讲得很清楚，你挖来不及挖，来不及挖，中国大陆会容许你后面东西再被你拿走吗？所以除了政治上台湾放不放弃台独是一个争后，第二个晶片也是双方所觊觎的单位。至于那个鬼扯淡什么台湾有3个地域式的考虑啊，人家只要把作战的程序跳头一下，他不先登陆。我早就讲过是跨海作战。跨海的意思是什么？先用洗地的方式把你这些反舰飞弹、雷达站扫光了，他才会登陆嘛。所以那个3个也是唬老百姓的啦。我们军事家只要把3个作战程序掉头调一下，火箭炮、导弹先来，然后空军再来，然后最后陆军登陆，你能怎样？所以这个东西，各位同胞啊，看新闻的稍微用点脑筋了。你别那个障眼法把你们唬得一愣，但是受损的都是我们台湾。
好，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这边谈两个，第一个呢，当然是川普的问题啊哈。川普呢，当然对台湾，我想你从川普的这种个性，以及从他的对世界宏观角度，你去想他怎么看台湾，他对台湾是非常轻描的看待台湾。第一，他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叫比肩理论，他常在想，很多人都在讲嘛，他自己也要认为说，台湾这么小，在地图上，地球呢如果小一点，根本看不到台湾。那台湾很好用，它可以用来了夺中国这个地图，这是一个很棒的比肩理论，说用台湾很好用，所以他真的充分善用台湾。然后他现在呢，第二个呢就是收割，他无由收割，没有任何理由就要收割，他完全背着他的利益，他认为你这么小，你什么都没有，所有东西你能成功全是我的，所以从他的角度真的很糟糕。所以这一次呢，又有人写了一本书说，这一次他讲叫汤匙说啊，他拿汤匙，对。他就是很轻描的吧，台湾就是一个小汤匙这样，砰砰就可以丢了。但是呢，还有就是刚刚我讲的充分利用啊，那又无由收割之下哈，就像我刚才将军讲的，这就是一种抢嘛，跟抢有什么差别？可是我觉得他聪明到他其他东西不会抢，他只抢好东西，实际上他没有的东西，完全以他利益为走的东西，他垃圾可以丢给你，他就是好东西要。我先讲一下这个晶圆厂的设计。刚开始的时候啊，从川普 1.0 版到拜登，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不敢那么觊觎，他只有12亿的投资案。后来呢，扩充到650亿。当时呢，其实就有一些，包括台湾这边就有一些挣扎，在那边讨论，甚至在野党认为这是不应该的。现在我必须讲一下，就是说，现在川普讲这些话，到底我们台湾当局要怎么回应？我觉得回应非常重要，不是刚刚讲说龚明鑫讲说台湾比你还很多，你挖不走，不是这种问题啊。我觉得是说，刚开始从12亿快跳增到650亿的时候就出了问题。650亿就算了，川普一开始的后来一上任，他为了要 MAGA 把这个资料回流之后，他又喊出了1000亿，这1000亿完全没有被挡住啊，完全过去了。当时有多少人想挡，但是也没办法。台湾不只是执政当局，还有很多人想去，台积村就盖了。现在台积村我讲人满为患，住不下，抢不到，而且越做越大。现在我还接触到了一些也要去的，这些是后端人才。我跟各位报告，台湾这个真的会被拿走，大家不要那么以为那台湾多少厂了，好像重要。的确，台湾现在有非常多的厂继续在盖，将来还用更多的电都也不够。但重点来，你人才、技术都出去以后，这些厂到底谁来处理？就像你飞机买再多，谁来开，这是一个问题。我知道了很多后端的，什么叫后端呢？就是它有我们讲说最好6个厂，还有一个研发中心。它第一个厂只做4奈米啊，它是有步骤的。2004年已经量产，2024年量产，23厂呢是3奈米和2奈米，在2027年呢，就明年呢准备也要量产。最重要4、5、6厂，它是搞先进封装，先进封装是后端哦。我现在知道很多后端也在排队要去。第一期的时候，这些人还说，为什么他们去我们没去？你知道这些后端也想去，也就是后端这些所谓测试封装这些搞 CoWoS 啊，让美国很可能会在先进封装会有一个整个垂直供应链都拿去，这是美国厉害的地方。我们台湾一定要小心，台湾执政当局一定要严格把关，不是说现在只给了440亿就算了，还要再严格把关。但我们可惜的是，很长哦，都说台美最坚实的朋友也是会骗你的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看什么把？好，我们知道中日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嘛，所以最近日本到了印度啊，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来访也是讨论度蛮高的。我们先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了印度哦，莫迪怎么喊他呢？说他是妹妹。好，那高市高调的官宣说，约定好我们今後要以兄妹相稱哦。好，我们来看看这段影片。मोरी छोटी बहन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ताकाइची जी先ほど私のことを美しい妹と、呼んでくださいましたが、この拡大会合の前の会合で、お互い兄妹として、これから、お付き合いを続けていくお約束をいたしました。好，听到他们俩以兄妹相称哦。不过我比较在意的是高市早苗的头发，你看他头发这边还岔出来耶。好，一般女首相应该会蛮注重自己的仪容哦，所以我也是觉得名家特别一点。好，那他当然想要展现的就是两国领导人哦非常亲密的关系。那当然，现在这个日本跟印度的关系也确实引发国际间的关注啊，尤其高市早苗也弯腰90度来谈印度的乐器哦，被莫迪称美丽的妹妹，引发了争议。好，
好，因为这是在新德里举行的午宴活动上面，印方安排了是传统的音乐表演。那你可以看到画面上，高市早苗就亲自的尝试要演奏桑图尔。好，这是印度的一个乐器啊，因为他过去是打击乐嘛，所以可能看到这个就有点手痒哦。他欣然接受，那也显示这个印度方面把桑图尔摆得太低了，以至于女首相不得不采取弯腰90度的姿势来敲击，显得相当的吃力。那虽说啊，过程不过这个10多秒的时间，但是高市的确不得不呈现出点头哈腰的一幕，那所以才引发了争议。好，不过我觉得大家对于高市实在蛮苛责的吼。那当然现在呢，大家也关心这个日印峰会那中国大陆这边怎么看？好，因为看起来有点像是在抗中啦。那共同社等日媒报道说啊，高市的此行就是针对中国大陆，那加强日印在经济安全等安全层面的合作。会后，两位领袖还发表了联合声明，那也召开了记者会。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啊，高市频繁的提及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他说是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那日经中文网则有表态说啊，这个印度高铁其实有被列为日印之间的一个旗舰的合作项目。好，主要就是因为在2号的时候，两个人会谈当中就再次确认了2015年两国首脑间达成的印度西部高速铁路计划的重要性。那印度计划要在2027年使用本国造车辆来使部分的路段投入运营。那高市表示说啊，日本会给予协助所以这是他们的旗舰项目蛮重要的。好，那我们要看到就是日本的这个女孩子她摆摊射击游戏，结果不得了这上面的人竟然是高市还有川普当靶子。好，那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党员的网友最近在 X 上面发布了射击游戏的摆摊活动贴文。那图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包含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有美国总统川普他的画像被当作了射击的标靶。那日本共产党机关报，也就是新闻赤旗，那今天是紧急发表了声明切割，还是痛批这样的行为是严重伤害了党誉，绝对无法容忍，令人联想到有暴力的表演手段。所以这是一个不对的行为。但是我们会讲，是因为看得出来，在国内也有一些人是有不同的想法，对于高市早苗。那川普现在有说遇刺的惊人内幕曝，就是说特勤局其实有漏接102次的通报。那这是美国的国土安全部最新的报告披露，川普在2024年7月有遭到枪击的过程当中，其实美国特勤局有漏接了地方执法单位102次有关枪手的无线电通联，所以根本是没办法及时掌握犯嫌的行踪。那川普现在用 AI 影片又幽默的开酸，他很喜欢用 AI 嘛自己现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医生。好，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形塑自己是一名医生声称自己成功的治愈多名曾经公开批评他的知名艺人，包含茱莉亚·罗伯兹奥唐纳除了要他们少看假新闻之外，同时还推荐喝可乐治疗川普狂躁症。好，所以川普还解释说什么叫做川普狂躁症呢？就是令人丧失判断能力的疾病。那现在7月4号就是美国250周年的独立建国国庆日，华府的气温是预估要42度高温，但是川普誓言即便如此，他还是会公开的发表一篇非常长的演说，要告诉大家说他是无所不能的。非常长，不知道是多久，是60分钟吗？好，我们期待一下。那7月4号的庆典人潮恐怕会让川普失望，因为白宫内部越来越多人很焦虑。好，那因为人潮不够会不会让川普也震怒？我们也是可以来看一下这川普会不会这个生气。那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的这个高市早苗跑去找了印度，两个人宣称兄妹，到底这两个人的政治布局有什么盘算呢？亮哥，我觉得高市早苗的行程都是有点莫名其妙。莫迪现在关心什么？本来预期经济成长率是7%，现在已经跌到5.5了。印度现在最急的就是经济。就经济。你来跟我谈军事联盟，你不觉得很搞笑吗？而且印度跟中国现在也在和缓当中
坦白讲，高市早苗为什么还要出国呢？是不是因为留在国内实在不知道要干什么？日本现在问题一大堆啊，他的民调跌也跟这个无关啊，他的民调跌也是经济问题啊。而且讲白了，印度即便要进口军备啊，怎么可能跟你日本买？他也是跟俄罗斯跟美国买啊。所以我不知道他去印度要干什么啊，莫名其妙，这个叫做领导人失格啦，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哦。而且我再讲白了，那个他还扯到高铁，对不对？正好。日本在印度的高铁本来是2022年拖7年，现在是2029年才能够开通，成本暴涨83%。高市早苗你知道吗？成本暴涨83%，都要日本吸收不然日本新干线为什么会拖那么久？日本新干线绝对不是一个没有效率的公司，是，就是印度一直加码嘛，什么征收土地要更多钱啊，一直给你加到83%，哇！结果还在那边跟印度谈，我们是不是要继续盖高铁啊？你去问你的新干线吧，这个越南一样啊，新干线去越南也是盖得满肚子的火大，也是价格一直加，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领导人到底在干什么啊？那你也打不赢中国，那你到底是要干嘛？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啊？所以我觉得美国也不太理他，他也希望川普出来支持他，没有。让国家什么地方出问题，你就留在国内解决了。现在日本的问题绝对是内政、经济的问题，绝对不是军事嘛。你军工产业现在也做不来啊，稀土不给你啊，你即便做出来也没人要买啊，大家都是跟美国或者跟欧洲买啊，也不会跟你买啊。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所以这个日本高市早苗的政治之旅让大家有一点点这个摸不着头绪。好，帅将军你怎么看呢？这个日本跟印度要军事联盟，真不知道从何谈起。第一个，相隔这么多里啊，绕整个南海。第二个，印度现在根本不是中国的对手，他住在喜马拉雅山这边的部队苦不堪言，而且那边河谷一打下来就到你首都了，不会有军事作战。中国现在跟印度边界上的问题没有问题，印度没有这个需要，所以你跟他刚刚亮哥讲的没错，没有需要的去谈什么结盟，是虚的嘛。日本的经济，川普都知道，我赶快结束以色列跟这个伊朗的战争，要回去处理家务问题，你这个时候还往外跑。还搞那个肉麻的什么兄妹，你干脆嫁给他算了嘛。那莫迪大帝纳菲嘛，对吧？这个问题真是让日本老百姓怎么能够忍受？你一个堂堂国家的代表，那鞠躬哈腰的，跟搂着人家川普的这个手背的这种姿态，那国内家里面火烧屁股的事情都不去处理。日本的这个日元危机已经到现在162了，对呀，你怎么处理啊？你卖美债，美国他们贝森特也不答应，不卖美债你又救不了日元，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自古以来选一个领袖选错了，就是赴汤蹈火都全民赔上去了。所以日本在将来命运不会很好看的。碰到还好，中国不是个好战分子，要不要给你弄一下，把钓鱼台拿了，你看你怎么样？你不要讲，很多军事行动是叫测试行动。你不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吗？你不是日本有事，美国有事吗？拿一个不大不小的钓鱼台，我看你谁有事吧？你要不要反应嘛？你能不能反应嘛？这很多军事动作，大家不要以为都是世界大战，那很多行为就是一个测试你的底线嘛。所以日本面临测试的时候，我看你不知道怎么因应。巴丹岛也是一样的。对，有实力的人可以变，就像一个厨房里面什么菜什么肉类都有，厨子爱怎么做怎么做。你小口寡民，就是一个白菜，一包白米，就是做一道菜，这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今天中国大陆军武科技、跟军武设备、跟军队的量，那远超过印度跟日本加起来的总和，所以这个战争是不会爆发。但是你除了军演以外，重大的军事测试我们可以看得到，将来看得到。现在台海周边已经围了一大堆老共的船了，是，对不对？对，要封不封，一念之间呢，对不对？要打不打也是人家一念，我们毫无这个操作的能力，还要说是自己是旗手，我他妈是快昏倒了。对，他说我们不要，这个赖总统说啊，说我们不要当棋子，要当棋手对啦。对。但现在的样态看起来，温马博是棋手呢。建中教授怎么看？好，一样来分析一下这个日印的关系啊。我觉得日本他没有办法了，因为他现在有极大的他面对这个中国崛起之后啊，处处压制他的一种压力，真的非常大。那他经济也要找寻出路。那你也知道，美国现在呢，对日本呢，讲不好听，以美国自己的利益来讲，就是能用日本就用，那他不会给他真正实质是撑腰，所以他必须另找出路，另外去拉帮结派啊。所以大家回想一下，从2008年当时的保钓事件，一直到2010、2012那段日子，在2011的时候，当时也因为产生了所谓的。这个日中当时就是因为有一个所谓的中日的关系的恶化，什么恶化？就是当时所谓的钓鱼岛的国有化事件，这件事情蛮有名的，就是造成了日本当时也急于被中国限缩它的稀土的出口之后呢，他没办法了，所以他必须跟澳洲去签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日澳的一个技术协议，就是开发稀土的研发。但重点也讲不好听，也没有什么大的好的成果。那不管怎么说，从澳洲的角度，从印度的角度，在日本看来，可能都跟中国呢，好像没有办法那么的谋合，也可能只要我跟这个几个国家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们讲印太的那种Quad关系，就可能会这个联合呢抗中。刚刚讲的，但是我不觉得它能够达到什么的效应，因为我觉得这些关系有点疏远，而且有点表里不一。为什么表里不一呢？我觉得日本它这个呢讲不好听一点，日本呢，我觉得它就是还是为了只是寻求一个出路，它必须找个人能够帮他撑腰。可是印度呢，这是一个自信自大的民族啊。据我所知啊，印度人是非常自信，认为他们非常聪明，只是当肤色黑一点。其实，在他们国也大，人口也多，他们对日本看法，或许过去他们的基础很强，可是对他们的心灵来讲，文化也来讲，情感来讲，其实他们觉得中国，他们反而会比较喜欢呢。据我在美国的很多印度的朋友是这样子，他们喜欢这种人会超过日本人，所以他们顶多也是 base 在利益上。不过现在的确在这个国际这个地缘政治之下，他们有互有所需啦，所以他们的确也做了很多的配合。那他们也做了非常多的所谓的特别的战略的全球伙伴关系，也投资了非常多。那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这个都不扎实，也就是他们这个关系是非常脆弱的。好，那我最后只讲一下要不那个250人，这250的这个日子真的到了2026到1776，真的是250年，这个日子过得真快。美国的国庆日。对，但是最好笑就是这个时候刚好这个生逢其时的川普在这个时候，他做了各种哭手的影片，对不对？他又是一下当这个耶稣基督，甚至耶稣基督都在他之下，好像他现在又要当这个名医等等。我觉得这个川普真的厉害。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你如果不知道他的岁数，你觉得他几岁？他真的很厉害。不过我觉得他真的很 crazy。他这个人到底像不像总统？他就是一个标准的生意人。那以这种生意人执政，他在国际间，我觉得以他的各种行动会得罪很多国际间的人，是会被很多人笑，而且未来他所谓的盟友的关系会越来越脆弱，很多都可能会靠向我们看到的对岸的崛起。所以你可以看到，美伊这场战争已经很多的盟友在笑他了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还是要再谈到的是欧洲热浪哦，因为现在呢，民不聊生哦，在南部这边啊，有近3000人疏散，这是在讲法国。所以我们在镜头看到，就是法国这边啊，竟然遇到了野火肆虐，袭击了巴西利亚的露营地，还有卡塔纳造船厂之后，就蔓延到了航海中心。那有一艘游艇就被迫要彻底摧毁，有近3000人被迫疏散。当局已经出动了大批人员跟直升机来协助救火。好，那热浪来袭，斯文都必须要扫地哦，因为法国人打架来抢电扇的空调，超市门被挤坏。为什么讲斯文扫地？过去我们觉得法国人比较 elegant 很优雅，就现在没办法了因为为了生存
你可以看到大家都在超市外抢哦，因为呢有大型超市品牌昨天上架了20万台特价的电扇跟空调，所以店门一打开大家就冲进卖场里头抢货，就爆发了推挤，男女都扭打在地，甚至对老人家也不礼让，场面十分的混乱。这种其实最危险。大家还记得南韩之间的梨泰院就是类似的情况但是他们的状态又不一样，但就是人多就有踩踏事件所以真的看的也是蛮心惊胆战的。好，那欧洲热浪现在巴黎的配送员8个小时送7台冷气。好，这是有巴黎的物流配送员他说他就是这么频繁的在上工。好，那这个京东海外的电商平台的冷气销售额，当季数据是激增了近40倍。那最快第2天其实就可以送货上门，而且提供送装一体的服务。那全球速卖通的移动冷气机品类已经在欧洲多国全数的卖完。中国冷气机最快第2天就可以送达，所以很多的欧洲人当然要抢着买。那现在法国跟英国港人就说冷气好像可能由奢侈品变成了生活的必需品。这是欧洲民众说因为热浪时间短跟安装成本的因素都没有安装冷气，但今年开始都要评估装冷气了，因为热浪对交通以及基建造成影响，有很多铁路还因为高温的需求减少了这个班次，还有降低了车速，那就是因为会有这个轨道过热跟火警的风险。那因为这一场热浪，我们大家也才发现，其实欧洲人还蛮依赖 Made in China， 尤其是空调的部分。所以到底装不装冷气还是有成为一些战场所以这口水也蛮多的。法国的左翼媒体《人道报》就发文说到处安装冷气只会加剧环境的破坏，说冷气只应该作为最后手段，甚至批评推广冷气是极右翼偏好的解决方法。好，那右翼的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就推动全国性冷气计划，那提议是由政府提供200亿的欧元无息贷款，协助民众购买3到4万台的冷气，还有隔热的设施。好，那因为这个左翼的部分有这样子的环保倡议当然很多人说我人都受不了了，我的家长辈都过世，你还跟我在提这些环保。好，那广东现在冷气机也被欧洲热浪的原因而疯抢。那看到的就是中国的美的家用冷气机工厂里头数公里长的空中连廊，如同浮悬的立体高速公路因为 AMR 的自主移动机械人呢，在厂房里一直穿梭 ，AI 视觉来检测系统，在一瞬间就完成了瑕疵判定，6秒就有1台冷气整装下线。那火爆的欧洲，中国空调曾经被提醒别贴 Made in China。好，那这当然也让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其实随着欧洲持续高温的天气，由中国制造的空调正在发挥作用，为人们带来凉爽。中国积极是解决安全全球性的问题。他说，中国制造绝非是在这波高温当中的捡漏。那说空调领域是欧洲专攻的方案，是多年技术的储备、供应链搭建以及本地化营运能力的一次集中兑现。那中国产能过剩撞上一机难求，所以到底欧盟有没有开始服软呢？看起来有了因为当中国的产能过剩的政治叙述撞上一机难求的政治现实，其实欧洲民众我们刚刚也看到，大家在超市外面抢，已经用真金白银告诉政客欧洲是时候需要反省了。好，那王毅现在也在欧洲，他去丹麦跟外长会谈，那他就讲说要用合作的方式，这是一个基本面跟主基调。那丹麦的外交大臣则说期待跟中方保持各层级合作。那跟中国大陆的发展也充满信心，要有一些合作的积极作用。那他跟北欧4国还有汪文涛也要到伦敦。中国大陆下半年经贸外交开局是瞄准了欧洲，那现在这个求同存异也成为了北欧4国跟中国大陆两方的一些焦点。好，我们看到一开始就是欧洲热浪，那目前看到已经有一些野火发生了。那还有这个超市人挤人踩踏的情况持续不断。我们先问亮哲哥怎么看？对不起，是亮哥怎么看？这个热浪无法预测啦，因为现在是第2波，第1波是6月17，第2波是6月25，一下起来，一下又下去，所以欧洲这个苦头还有得吃啊。因为法国的空调
比率只有20%，英国只有7%。我看你怎么过这个夏天。我跟你讲，热浪也在美国。你刚刚讲到华盛顿42度，对不对？7月估计凤凰城台积电啊，那 Arizona 45到47度。哇，那预期加州也会出现极限高温。加州也有内陆的部分嘛，44到47度啊。所以美国也一样啊。可是美国空调是90%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嘛。对。欧洲为什么？法国为什么只有20%？法国热浪这个不是第一次我记得5、6年前就开始，没错，对不对？对。而且那次也有大量的老人死亡嘛。那请问你这6年，你法国政府在干什么？讲白了，就是有一些高大上的左翼在那边坚持环保意识形态嘛。对，因为他们有冷气吹嘛。我跟你讲，为什么是中国的冷气在供货？日本、韩国也有很多冷气公司，为什么是中国？规格，就是他们可以量身定做，立即做出好几万台啊。那为什么要量身定做？因为欧洲的规格是全世界最严的，很严格啦。所以日本、韩国没有这种规格啊。比如说我举例子啊，法国的冷气啊，冷媒不能超过2公斤啊。那瑞士的冷气啊，规定它的效能必须要 A double plus， 没有人这样规范的啦。那装那个房屋的冷气啊，你不能够装到外面啊，破坏欧洲建筑的美感。如果要真的这样装，那你那个大厦委员会有60%的人同意。所以为什么是美的冷气大量出口，法国就立刻进口3万台，因为它提供的都是吸带式的，而且它的规格符合法国政府规定，而且不止这样，它早就有物流了，因为它有阿里巴巴什么的那法国的物流他们本来就有合作关系，就这种公司能够这样服务全世界的那个消费者啦，就是没有其他公司能够做到啊，就这样对啊，所以这个欧洲的热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稍稍好一点吼。美国估计热浪要到9月，是美国的部分，对，7到9月。对，因为7到9月才算是我们认为的夏天嘛，对，包含还有大暑不是那个素食店，是大暑24节气的大暑都还没有过到好，建中教授怎么看 ？OK， 首先我对这个所谓定义热浪定义，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定义，反正就是很热。其实以前过去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太热了，你怎么忍得住？有什么意思呢？我在纽约生活很久，你能看到很多冷气吗？到处都没有装啊，因为只要纬度稍高，哪有啊？很热哦，夏天真的很热，7月底8月初可以到将近40度，也不过2个礼拜。过去我在跳蚤市场卖货，到跳蚤市场好热，那2个礼拜尽量不要出去嘛。我以前在美国做生意了，开过2家公司，跳蚤市场批货嘛，就散装会去卖。但重点是我这个能吃苦嘛，就1、2个礼拜太热就躲起来就好了，忍一下就好了，忍就过去。现在不是，是不是地球暖化我不知道，现在真的是这样，或者说世代变化，大家已经忍不了真正的热了，所以这时候必须要有冷气。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当过去你没有这样准备，现在太热的时候你受不了，还有很多人被热死嘛，你必须要有冷气，这怎么办？你去看刚刚那个我们亮哥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因为这个欧洲的物流在这个中国人开始崛起之后啊，它甚至它的这个工业转型，你知道，我们讲科技的东西啊，也会置入在所谓的电器里面，其实这里面也是有晶片的，因为这些电器呢，中国的科技起来之后转型之后，他们的生意已经做到全球化，甚至在欧洲啊早就已经布局进去，所以物流很重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它成本很低啊。我们知道啊，这个大陆当然有个很大的问题，就产能过剩嘛，产能太多，需求下滑。自己的岛内的国内需求下滑之后，他们当然有内卷，可是他必须强烈外出输出。你要知道，他输出的时候成本，他生产成本也低，他知道速度又快，这时候成本降低，别人就要货。当然，如果你不需要，你可以告他当品，但人家需要的时候就是大量需要。还有一个更重要，叫它质量非常好，不是 quantity 产量过剩而已，是 quality 非常好。这由此我想到2007元2000年的时候，我带了一群人到这个胡志明市啊，
就越南去开研讨会，在这个香格里拉 Hotel， 结果安排了一个到那个古芝栈道去玩，结果你知道那个导游说了什么？他说：“哦，你们台湾来的、啊，我告诉你们啦，以前呢、啊，我们这边对台湾的摩托车根本都看不起。”一定要 Made in Japan， 结果有一天呢，有人贴了 Made in Japan， 就有人发现他是乱贴，那是 Made in Taiwan， 他们才知道台湾的货也这么好。之后他们开始开台湾货。欧洲人以前不相信 Made in China 货，现在我跟你讲 ，Made in China 的货是很棒很好。你看电动车也一样，这些电器都一样，他不买才怪。已经不同以往了啦。对，便宜又好。我就讲了 ，cost 低，成本低 ，quality 高，你不买吗？所以当然会抢货，所以别的话都不用讲，就中国现在就是产能过剩没有错，但是 quality 高，成本低，它真的是在科技转型，高科技向前奔，就是从中国制造2025之后，其实它很多东西都已经向上，倒不是你可以用同日而语来看它了。好，我不知道欧洲有没有那种抗中牌哦，是不是 Made in China 的不装，那真的会被热死呢哦。所以将军怎么看？巴黎我去过2次，是很多旅馆都是一个人去都没有的。他要注重外观的古城的那样子。第二个，法国这个国家很奇怪，我女儿在那边读书，她说法国电视上天天都是呱啦巴拉巴拉的政治家在那里谈话，做什么事都很慢。她在那边念书啊，一天只能办一件事，这个机构跑那个机构，整整只办一件事。因为他们优雅嘛，效率太慢。他那边只有慢条斯理，那边值得看的是女孩子的打扮，其他都没什么好看，很优雅。是，哎，我看过一个7、8岁老太太坐在左岸喝咖啡，真的很优雅。哎，其他没什么我欣赏的。连法国菜我都不爱吃。这是他们的风情，那是因为现在的热。这个东西啊，热你挡不住的，尤其他那种。这个分离式的这个拖拉的这个冷气机，这个热气是从这边排到那边，那边又回来，没多好效率。你像在40几度，台湾老百姓，你想想，你38度走在街上你就受不了。所以我讲，其实最近晚上我就受不了。我最有兴趣要看川普7月4号的演讲。有几个 Great Again 的老百姓愿意在那里听你那个巴拉巴拉60分钟的演讲？是，真的。对，所以现在有这整个的欧洲的氛围是比较特别一点，但是我们要特别讲到说啊，到底欧洲是不是开始服软啊？因为刚刚我讲到说嘛，这个中国产能过剩哦，撞上一机难受，就是我讲那个 MIC 的部分，将军怎么看？你想哈，它服不服软？它有几个刚需，冷气机只是季节性的刚需，电网的变压器可是中国大陆最好，欧洲很多电网也很老旧的，你要换装5G 的话，你所有很多。变压器都是中国的电子产品，那吓人了。因为它的品质就像刚刚教授讲的，又价钱又低，品质又好。不要再笑什么 Made in China 就是次等货。现在你商人最敏感了嘛，拿出来一验，试用几年，他发现就好嘛。所以这个问题啊，欧洲是鸭子死了嘴巴硬呢，还在搞抗中的联盟开会。私底下一个一个元首了、总统了，都跑到中国大陆去干嘛？抗中是生活，抗中是嘴巴讲的，抗中是工作，抗中是政治工作，是。实际上他一定要去走嘛。你没有产量的东西，这是一个热浪爆破了这个中国大陆生产过程。要不是生产过程，你拿什么东西啊？你一个也拿不到啊，热死活该啊！